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抽7天免费补拍《青簪行》，减20集男主戏份，预计寒假12月播。杨紫抽7天免费补拍《青簪行》，减20集男主戏份，预计寒假12月播。最近《青簪行》又蠢蠢欲动，毕竟4个亿的投入，片方实在不舍得打水漂。最近片方找了杨紫，网传杨紫在6月进组承欢季前，可以抽7天的时间给《青簪行》进行补拍，而且是免费的，不再收酬劳，片方只包他的食宿车马费。可以说杨紫很仗义了，毕竟《青簪行》还没有结算完他的片酬。像这种大投资的影视剧，一般只有播放时才会结清演职人员的工资。不仅是杨紫等几名主要演员，除了日结的群演之外，连剧组的服化道等幕后的人员都还等着尾款。至于网上的替换男主是林更新，好像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但双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林更新是挺好哄，新力和他最近合作密切，请叫我总监，和与凤航合作愉快。如果新力高层出面卖人情，林更新未必不答应，毕竟这里面有新力和企鹅的面子。当然林更新不得不考虑换脸的影响，担心这种方式影响自己的表演和口碑。之前张译有一部剧男二就是全程换脸，其实确实是有一点痕迹的，但大体还是不影响。青簪行的男主人设非常好，本来戏份是不多的，这是一部大女主戏，只是当初拍摄时给男主加了不少戏，这下子估计除了与女主的对手戏，其他的戏的都删除了，60多集减了近20集的戏份，主要就是男主的戏份。片方是打算不用 AR 换脸，而是让杨紫与新的男主演员进行1对1的对手戏表演，用绿幕进行电脑造景。如果临时再搭景，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投资方看过原来的成片后，认为这部剧还是制作精良，有大爆的潜质，毕竟是大投资加大 IP， 而且是林玉芬导演加杨紫的搭配，片方认为值得挽救一把。内部还悄悄试一下换脸的效果，但确实不太满意，于是还是打算实拍，这就必须杨紫来亲自配合，其他的配角就不用来了。现在企鹅也是片荒了，储备并不多，暑假预计要播放杨紫的《长相思》，而青簪行只要过审成功，预计在今年的寒假内就上线，过年之前全部播放完。杨紫抽7天免费补拍《青簪行》，减20集男主戏份，预计寒假12月播。片方估计还要再投不少钱做这部戏的后期，现在只求早点能播出来就可以，尽量多招商回本。《青簪行》在网上还是人气很高，不少网友建议改回大女主剧，少一些爱情戏份，然后让青簪行改回簪中路，改个名字换换运气，把剧中的服装再修一下，一定要以唐风为主，最后多花点宣发费，过审后赶紧放出来，千万不要再拖时间了。杨紫抽7天免费补拍《青簪行》，减20集男主戏份，预计寒假12月播。杨紫方面出于道义，真的是不好拒绝，毕竟这部剧投资太大了，如果投资不多，可能就直接埋了。现在不播出就是产生了4个亿的亏空，新力和企鹅肯定不愿意承担这么大的损失。现在青簪行还是有希望的，网传背后的投资方都是业界的大佬，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多少部网剧才能挣出这4个亿？你指望找踩缝纫机的那个人赔偿，也是异想天开，只能想办法自己补救了。如果杨紫真的补拍了，那企鹅和新力就欠了他一个大人情，以后有可能加深合作，补偿他一些好剧。要是林更新肯过来帮忙，那欠的人情就更大了。毕竟这种烫手山芋，一般男明星不愿意接手，播得好不好，自己的戏份肯定要少许多。网上还疯传倪妮的夜旅人也想找林更新，还传出倪妮和杨紫争抢林更新当男主角的消息。只能说林更新毕竟是咖位和演技都有，而且为人比较好说话，才传出这些消息。不过网上对青簪行还是很有期待，认为这种配置的剧真不多了，大 IP 加大导演加一线小花旦。杨紫本来还想造这部剧转型，不少剧粉还是挺期待的，感觉被拍能播放的话，起码会热播。至于能不能大爆，最好的时机过去了，只能看剧情和表演水平了。02杨紫重出江湖，外貌再次引发争议，精致还是浮肿？对于许多人来说，
生活的起点总是千差万别，但对于中国著名演员杨紫来说，早年的生活却可以用影视剧之路的形容诠释的淋漓尽致。1992年出生于北京的杨紫，从小就展现出了对表演的浓厚兴趣和天赋，父母也非常支持她的梦想，安排她到少年宫和影学表演。一开始的演艺生涯并不成功，她所拍摄的戏份都非常微小，但这并没有打击她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父亲当上了她的经纪人，妈妈则放弃了工作，专门照顾她，并带着她在北京的各个剧组跑龙套。对于那个时候的杨紫来说，所有的角色都非常重要，她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的机会，努力发掘角色的内心，希望能够把表演做到更好。她有着强大的共情能力和模仿能力，这些都是她日后成为演员的重要因素。2004年对于杨紫来说是一个非常转折的一年，她参演了《家有儿女》，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她成功扮演了夏雪一角。这也是她第一次在电视剧中获得了较为有分量的角色，而她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关注。尽管杨紫在这个剧组的初期表现有些紧张急躁，但她也逐渐适应了这个环境，并深入了解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内心。这次的获得对她的自信心和表演技巧都有很大的提升，也成为她演艺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家有儿女的成功，使得杨紫的演艺生涯开始正式起步。她接到了更多的戏份，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演员。但是，她的成功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轻松和舒适，相反，她还需要面对很多质疑和挑战。批评者抨击了她的外貌和表演风格，但是杨紫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信心和热爱，坚信只要继续努力，总会有一天证明自己。她安静地默默努力，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技和内心，渐渐的，她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演绎了很多难忘的角色，她的演技也得到了奖项的认可和肯定。杨紫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追求梦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更需要保持对自己的信心和热爱，勇敢地向前迈进，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一切。03白玉兰聚焦的古装剧，央视推荐6部，任嘉伦诚意作品入选。在白玉兰奖的舞台上，古装剧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最近央视就盘点了白玉兰聚焦的古装剧，包括了《风起陇西雪中》《汉刀行》《梦华录》《周生如故》《沉香如屑》《沉香重华》《胡珠夫人》6部，而这些剧集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代表之作。《风起陇西》是悬疑类型的代表作，该剧以三国时代为背景，展开合理想象与创作，讲述在天下三分、烽火四起、英雄辈出的时代，陈宫与荀许2位小人物不断突围的故事，为观众带来抽丝剥茧、险象环生的谍战故事。《雪中悍刀行》是武侠类型的代表作，该剧讲述世家子弟徐凤年历经磨难，最终成长为北凉王的故事。电视剧徐铺开一幅江湖图景，既有庙堂之高，又有江湖之远，充满了暗潮涌动、刀剑交错。《梦华录》是古典改编剧集代表作，这部剧根据关汉清源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讲述了赵盼儿经历各种困境，与姐妹携手勇闯东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小茶坊变成东京最大酒楼的故事，十分励志。《周生如故》是爱情剧的代表作，讲述了坐拥数十万大军的异姓王爷小南陈王与清河崔氏正之唯一独女未来的太子妃崔时宜之间的虐恋故事，被部分粉丝形容是逼美学的天花板。沉香如屑、沉香重华是仙侠题材代表作，讲述了汉诞仙子颜旦与6界帝君应渊在相知相识中逐渐解开以往的误会，最终联手向恶势力宣战，携手维护人间正道，共同守护天下苍生的曲折故事。胡珠夫人是玄幻题材代表作，讲述了渔家采珠女海氏因缘际会拜师权臣，弃装披甲驰骋沙场的故事。剧中融入了鲛人等充满了玄幻的元素，并加入了朝堂与后宫的复杂权力斗争，十分传奇。央视推荐的这几部剧不仅富有诚意，任嘉伦、杨幂等知名艺人出演，而且风格各异，十分有看点。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